这个就是我现在住的公寓，这个是我的客厅，然后沙发，我现在睡在沙发上面，因为我把我的卧室改成那个仓库了，已经住不了人了，就全都是箱子，全都是店里的货。我一开始住在离我店里更近一点，就走路大概也就是1分钟就能到。然后当时是20多平米600多欧，加上水电的话就是700多欧，还是挺贵的。然后因为地方太小了嘛，然后放不下东西，我就搬到这边就是好歹是住一半，然后还能放一半的东西嘛。这边也挺贵的，就是也个将近800欧了，加上水电网什么就要870、8这样子。对，所以我也是考虑说，可能再去换一个小一点的公寓，稍微价格低一点，再腾一个仓库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先去麦德龙去买东西。我大概是1周或者2周要采购一次。对，然后今天采购主要是因为听说明天会有一个挺大的游行，然后交通会很方便。然后我们就今天去。我大概是23年过来的塞尔维亚，过来之后就开始筹备这个茶馆，然后到现在茶馆已经正式营业大概1年了。对，去年2月1号开的门。我之前是学陶艺的，然后本科是在景德镇，然后研究生是在匈牙利读的。然后本来也是之前想在匈牙利读完书之后，想在匈牙利就是留下来做一个陶艺工作室加咖啡厅这样子，但可能当时就天时地利人和没凑齐吧，就没留下。然后后来也是就先回国，回国之后一直想自己创业，但是可能当时刚毕业嘛，然后也没有很多这个就是工作经验，也没有太接触过社会，所以当时可能家里人就是顾虑比较多，然后支持的力量没有那么大，可能他们会希望我先去找个地方上班，积累一下社会经验这样子。当时反正就可能胳膊扭不过大腿吧，然后后来就工作了一段时间。公道杯 ，it means justice cup. Justice cup. Yes. And this serves to even out the flavor of the tea. And from here you drink. 我工作的话是在新加坡工作，也是陶艺相关的，然后是大概做一个 studio manager， 然后也去教这个陶艺这方面。但是在新加坡可能工作那段时间，就是整个过程没有那么的愉快吧。然后而且那边加上就我们北方人嘛，然后新加坡太热了，然后各方面就是生理上有点不适，然后心理上压力很大。新加坡是一个节奏特别快的一个国家，然后人们的压力就是也是挺卷的吧。对，然后后来我就
我就辞职了。在辞职之后，就开始到处旅居，什么东南亚呀，然后欧洲这边，然后土耳其什么的这样子。22年底，然后我也是一次机缘巧合来这边旅行，因为这边免签嘛，然后就到处走，到处看了看市场，觉得这边整体来说没有一个就是，这种风格的中国茶室吧。然后呢，就想 ，OK， 这边市场有这个空缺，然后那我之前做陶艺，虽然我做的可能是我个人比较偏向这种雕塑陶艺，但是我这种比如说日用瓷或者是说茶这种我也做嘛。对，当时也接触了一些茶艺师，然后跟着他们，就是都是我的好朋友嘛，也学了不少关于茶的这种知识，怎么泡茶这样子。Oh, okay. Ah, okay.打包奶茶，这是一个中国的企业做的，然后一会儿我们要给他送过去。22年到这边旅游之后嘛，我看这边整个环境好像还是可以，加上有一点点工作经验，然后再回去说服家人，就可能更有说服力吧，这样子。而且我这个人吧，可能是那种就是比较拗，然后我家人也知道我这种性格，所以有可能就是我认定要做一件事情，那可能99%的可能性是会做的。23年8月，然后我就直接来到了塞尔维亚。来了之后，就是紧锣密鼓的就开始找地儿，开始选店铺，然后开始办自己的身份，各种就开始了。这我们挂的这一幅字，如是。然后因为我是佛弟子嘛，因为如是是所有的佛经开头的2个字。然后我觉得应该所有的佛弟子都知道这2个字的举重若轻这2个字。我一定会严格的控制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很多奶茶店，就大多数奶茶店都是用植脂末去做这个奶茶，因为它成本比较低嘛。它虽然成本比较低，但是说句实话，确实喝了不是那么健康。因为其实我刚开店的时候，我也是所有的原材料，包括茶底，包括原材料都是要从国内进的嘛。当时我是所有的原材料，不管是中国茶这一块，还是说奶茶这一块，都已经植脂末什么，其实都已经运到塞尔维亚了。但是开店前吧，就是做产品研发的那个阶段，然后我就按照他们的就是商家也好，或者我学习的那些配方也好，一杯一杯的这样去试。结果因为你用植脂末去做，你知道你放了什么东西在里面，这个我就感觉我做完之后，我自己都不想去喝这杯东西。然后当时我就想说，我自己都不想喝的东西，我怎么拿给别人去喝？因为我又比较信因果嘛，我这个人，我就感觉这不是造孽嘛？你自己都不喝的东西拿给别人去喝，因为这个不健康嘛，就添加剂什么太多了，因为植脂末嘛。我就想说 ，OK， 那这样子不行，然后我就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换掉，我就把所有植脂末的东西都撤掉，然后换成鲜牛奶。那鲜牛奶的话又太单调，所以我就选择。就是塞尔维亚市场上有几种不同的牛奶，就比如说我选择了不同的牌子，然后不同的浓度是1.5%还是2.8%还是3.5%，包括你比如说你根据不同的茶底是茉莉花茶还是鸭屎香乌龙茶，或者是西兰红茶或者是铁观音，你根据不同的茶你放的奶的配比是不一样的，你可能就差20毫升，它出来的口感都不一样。你怎么让它的口感又不单调，然后又不会太厚重，又不要太甜，所以当时前1-2个月吧，都是一直在不断的改配方。我们奶油也都是用动物奶油，不是国内那种植物奶油，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很真材实料的去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就是说留住那么多客户。大家谁都不傻嘛，对吧？就是好东西，其实你一喝能喝得出来。你这个东西有没有科技狠活，你一喝就能喝出来。这是为什么？就是客户的忠诚度非常高，然后大家也非常信任我们。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have like a special drink or something interesting that's themed for Valentine's.
And this is one example, like what we could make. You basically like you make it like M1, M2, 3, whatever. As the M13 or M14. you guys have some idea about Valentine's Day? Yeah, we have a presentation. The English version or with English subtitle. It cost me a lot of time to just find the movie and the movie with subtitle or something. But on the new list, we have everything here. What is that? What else? If you guys like rush to go, you feel free to go. I'm gonna make the drink now. Okay, so we can try. 包括比如说我挑的这些项，然后里面的每一句话我都觉得写得很好。茶要泡开，人要想开，我觉得很有禅意。这个虽然是几句小话吧，但是大智慧。闲来饮茶，人生如意。因为其实，在过去的时候嘛，就是茶馆其实就是人们一个放松、社交，然后可能大家平时在生活中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大家可能就去茶馆跟朋友聊聊天，就把这些心头这东西解出去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写的也挺好。我学陶艺的嘛，其实陶艺不光陶艺是艺术，就是陶瓷它只是艺术的一种媒介。什么事情都可以成为艺术，陶瓷可以成为艺术，钢铁可以成为艺术，就是木头可以成为艺术。你把一杯茶泡好，一杯茶也可以成为艺术。你把这个店装修好，这个店也可以成为一个艺术。你把你的生活过好，生活也是艺术。对，所以这些细节我还是研究了半天。包括比如说我们这边摆的这张纸，都不是随随便便摆着一下纸，然后这个都是我朋友自己手写的嘛。就是包括我们这些东西怎么陈列，怎么摆放。然后包括从观感上怎么能去吸引客人，怎么给人一种就是感官上更舒服一点，这些都是考虑很久。这家餐厅就是做的挺好的一家素食餐厅，他们家就是纯素。对，虽然就是可能蔬菜不像国内那么多吧，但是素食选项还是可以的。我大概是22年的5月吧开始吃素的，到现在已经有将近3年了吧。然后我当时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经历了人生很低谷的时期，然后当时可能也是有一点抑郁吧。机缘巧合，后来接触到了一些就是佛法吧，就是佛教的一些智慧、一些经典，然后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很难得的那种大智慧，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然后随着我就是可能接触越来越多的这种佛教这些文化呀什么什么的，慢慢就是了解因果会越来越多嘛。对，然后这是一方面，一个是因果，我是一个很信因果的人，一个是因果，再一个就是确实其实吃肉其实挺残忍的，就怎么说呢？因为可能没吃素之前就觉得可能就是鸡呀、猪呀、牛什么，他们可能就是肉，就是吃的，但其实他们其实也是生命嘛。就是过去嘛，人们吃肉可能是为了维持我们一天的这个体能消耗，是为了这种更好的活着这样子。感觉后来慢慢的人们吃肉有点变成了。就开始攀比，就是口腹之欲会越来越强吧。可能一开始就是可能OK， 今天我想吃羊肉串，明天我想吃烤鸭，后天我要吃烧鹅，这其实都是人的一种欲望嘛。然后可能再到后来，可能吃肉就变成了一种攀比，就可能今天我请客，我请人吃了一桌这个烤全羊，明天我就要请人吃一桌这个大闸蟹什么，就是这种攀比之心又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吃素就是挺简单，其实也是在净化自己嘛，就是让自己这些欲望什么都降下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吃素就可能营养跟不上什么的？但其实也没有，因为，就是其实植物里面也有很优质的植物蛋白，像比如说豆制品什么的。对，其实营养这方面，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包括我现在就是吃素将近3年之后吧，我就感觉。就明显感觉可能身体变轻，就不像原来就感觉自己油油的那种感觉，然后包括记忆力也比原来要好了很多。对，然后最重要一点就是可能在帮助自己就是降低这种欲望这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没有碰过一点肉这样子。
我是研究生毕业之后，然后我第一次进入社会开始工作。那因为我本来是学艺术的嘛，可能就是艺术生就本来比较这个散漫不服管，然后包括之前可能创作要天马行空，都比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可能不太知道真实的世界到底是怎么运行的，这种社会啊或者人际关系这样子。然后当我第一次就是步入社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是在新加坡工作，当时它整个跟国内的环境也不太一样，因为我当时读书的时候是在欧洲这边读书嘛，然后整个新加坡它是东南亚这种文化，它跟中国也不太一样，跟欧洲也不太一样。然后我当时去新加坡也是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就是无亲无靠这种，没有亲戚朋友，而且当时也是正好我一个至亲，就是我姥姥，她刚去世。然后我离家又是在这个春节期间，就是我记得应该是大年28，不是29那天。然后我就是从张家口飞上海，然后上海飞了新加坡，就是正好是在大家都回家的时候，然后我从家开始往出走。然后第一次接触社会，然后就是可能真实的看到了一些真正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种，包括当时可能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新加坡它又特别热，你去东南亚度假是一种感觉，你去那边工作是另外一种感觉。你工作要在高强度的环境中一直紧绷着一根弦去工作，然后当时可能气温就每天都有35度，然后我是搞陶艺的嘛，然后可能我当时就是我们喷釉什么那个环境，就是又在室外，就是每天都很热，就感觉好像每天都在中暑的状态里面，可能身体也有点不适。可能还是我对自己的这个，就是自己的定位或者认知不太准确，有点就是怎么说，眼高手低，也有我自己的问题，有很大我自己的问题。对，所以当时就是各方面的原因吧，就堆在一起，然后当时我就是整个人都是很down很 low 的那种状态。小的时候嘛，我就觉得说，要过好一点的生活，可能就是有钱有闲这样子，可能生活就会更开心更快乐。但是我当时在新加坡，由于我的工作环境嘛，我接触了很多就是很有钱的人，就他们不是那种富人，他们属于富豪级别的这种。但是我就发现我接触了他们之后，感觉好像这么有钱的人他们也不是很快乐。对，大家每天烦恼也是很多。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刚刚说那种，就比如说生理的心理的都不太开心，然后再加上我看到可能我原来所追求的东西可能并不是那么美好。你原来觉得可能 OK 有钱就会变好，后来就发现那么有钱的人就是烦恼也那么多，然后在想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然后很多事情加在一起都想不通可能然后精神状态就越来越不好。新加坡也是一个很节奏很快的一个国家，大家每天都是工作，就好像你挣了钱你都没有时间去花。然后我在想，那我挣钱是为了啥呢？后来我就想就是这样不行，然后后来我说 OK， 那我就选择辞职。其实当时辞职，然后我也没有敢跟我家里人说，因为大家当时都觉得我可能在新加坡，他们可能都希望我就稳定下来嘛。然后当时的工作也挺好的，当时我是拿的那个 EP 嘛，可能半年之后也可以拿永居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家里人都希望我就是 OK 稳定下来，然后稳稳的这样子。所以当时我就辞职之后也没有跟他们说，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所以我就临近的国家先去了泰国，去了泰国的一个小岛上面，在岛上住了大概几个月吧。岛上那段时间也是很治愈我的一段时间。对，因为我本身个人我是非常喜欢海的，我特别喜欢水，喜欢游泳，喜欢冲浪，喜欢这种跟水有关的运动。普遍来说，泰国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友善，非常友好。在泰国也认识了很多西方国家一些人，然后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然后就慢慢的好了一点，但是没有真正的说从根源说解决这个心里的一些疑惑也好，或者说这些不开心也好，没有真正的去除根这些东西。直到就说机缘巧合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了一些这个跟佛法有关的东西，然后当时觉得哇，就好像醍醐灌顶一样，就是他讲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东西什么的，我就感觉是佛法的这些道理吧，把我一下从就是最低谷的那个时期就给捞起来了，这样子。就当时也明白了 ，OK， 我为什么会经历这些低谷？就可能原来我就是一直可能抱怨嘛，怨天尤人，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后
或者说就是对自己生活也不满意这样子。那后来接触佛法之后，我就觉得开始就反思自己嘛，去认识自己吧。佛法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原来就是可能身体里面就是负能量的东西很多，知道因果之后就知道 OK， 一切其实都是我自己的因果，你干嘛去怨别人什么什么的这种。慢慢的就是从这个低谷期开始走出来，就是也更加的去敬畏生命吧。这个生命不光是我们人的生命，人有生命，动物也有生命嘛。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不吃肉可能是一个很难的过程，但其实对我来说，我可能当时就是纠结了有那么个3-5天吧。后来我就彻底就不吃了。那个过渡期我也是在尝试，我说要不我吃2口试试。后来我就吃了一点，然后在嘴里我就发现我真的咽不下去。就我一想到我在吃别人的肉，然后我觉得就挺难受的。然后我就想 OK， 那既然我这么难受，我就是不自己折磨自己，我彻底我就不吃了。这个在君不见黄河在里面，然后治水天上的我放到外面，因为其实中国文化它本来就是比较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种嘛，中国文化就比较含蓄，就是说一半藏一半露一半这种。对，然后还有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让人就是可以去想一下，哎，上一句去哪儿了？我现在大概是有7-8个员工，然后他们是倒班嘛，这样子，就大概是我们一天2到3个班，他们大多数都是学生兼职这样。这2个财神，这是我画的，因为我学美术的嘛。当时正好是装修的时候，这墙这2个空缺，然后施工团队放了2个这个板子，然后我说这不好看呀，然后我就画2个财神在上面，一个蓝的，一个红的，就是招财进宝嘛。中间这是贴了一幅《金刚经》。因为金刚经也是大智慧，就把它放在了比较高的位置，然后放在2个财神的中间这样子。整体来说，我爸妈其实就是我家庭还是挺支持我的，从小都属于比较有主见的这种孩子吧。小的时候嘛，就是不懂事儿就不说了，你就可能长大之后，可能我做事就整体来说就比较靠谱吧。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然后我可能家里人就对我的信任也比较高。所以有时候我做一些选择，可能他们也会去劝我，你可能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好，或者说他们觉得创业风险很大，或者说他们觉得我社会经验不足，可能不适合创业。但是我可能就是那种我只要决定要做的事情，除非我自己改变心意，不然的话我肯定是要做这件事情的嘛。所以就可能他们最后也觉得拗不过我，然后并且可能他们也觉得我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在国外嘛，然后自己也独立惯了，然后也比较有这个能力去一个人生活，一个人面对这些事情。我是22年，我25岁的时候去进行了第1次内观，然后第1次的话是10天，而且整个是住在寺院里面，就是一切的从早到晚是跟僧人一模一样的这种行程安排吧。大概要3点40-50起床，然后4点去做早课，去诵经，1个小时左右一起做早课嘛。之后的话就可能行禅坐禅，然后早上5点半左右，然后开始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就一直是行禅坐禅、行禅坐禅这种打坐。然后中午的话就是10点半开始吃午饭，然后12点之后就是不再吃任何的东西，就过午不食嘛。相当于是说从大概11点多你吃完到第2天早上的5点多是不能再吃任何东西的。然后整个每天不能讲话，然后就是不化妆，然后不照镜子，也不让用手机，整个手机是就是交给寺院、交给师傅保管这样子，也就是不受这种网络世界的干扰，去掉那些会影响你的因素。所以整个10天就是没有说话，然后就是过午不食，然后每天就大概打坐至少要10个小时左右，有时候是17-18个小时这样子，等于整个就把这种所有外部干扰排空了，然后就回到。为什么叫内观呢？就是观自己，观自己的身心，然后整个10天，我感觉是改变我人生的10天吧。The first brew we don't drink it, we wash the tea.
Now we can shake the tea to open the flavor. Would you like to smell it?茶是咱们中国的东西嘛，等于咱们网上不是有句话说茶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基因 DNA 这种东西嘛。比如说塞尔维亚的这个茶不就是 chai 嘛，包括土耳其不也是 chai， 它其实都是音译于这个中国茶这个字。这个茶文化起源于中国，然后所有世界都公认说中国的茶最好，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说句实话，咱们中国人吧，大多数人其实我们对茶也不是很了解，我们只是爱喝茶，可能尤其是我们北方人嘛，可能北方人就传统就是沏大缸的茶这样去喝。那真正的去细细的品茶这种人，其实不是那个占比非常多的人。大多数人说起茶，就是比如说咱们去饭馆吃饭会上一壶茶，但是我们也不是说非常非常讲究这样子。对，所以我感觉茶更多的还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吧。古代不是说有2种茶嘛，一种是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种是琴棋书画诗酒茶。那可能琴棋书画诗酒茶就比较雅致，古代就是文人墨客，就是会友呀这种，然后大家沏茶。另外一种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能是更多的融合到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那可能到现在，尤其这几年，其实中国的这种新中式茶饮、新中式茶馆，在中国其实越来越流行，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是加入到这种喝茶大军里面。说句实话，就算这样，其实大家对茶的文化了解还是不是很深。我们去一个新中式茶馆也好，或者说你在国外去一个茶馆，我们更多的不是说去研究这个茶它到底是一个什么茶，更多是社交。可能我们带朋友来，我们是享受整个泡茶的过程，然后我们享受彼此的聊天，也是在传达一种情绪或者关怀。包括现在在塞尔维亚也是，包括我店里的客人，他可能对我店里客人的构成结构是40%的中国人，40%的俄罗斯人，然后20%的当地人跟游客。对，其实说实话，我们店里有奶茶，也有中国茶嘛。对，然后来我们店的外国人，大多数都会选择中国茶；来我们店的中国人，大多数会选择奶茶，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对，那你说，其实大多数中国人都选择奶茶，就是我们可能对茶文化不是那么了解，说句实话。那可能老外的话，对茶文化更不了解了。那可能大家更多的就是说享受整个这个漂亮的茶具，然后享受我们给他泡茶的这个过程。它就更多是一种感受这个氛围，感受整个这个环境。这个我觉得是茶文化可能在现代生活中更多的作用吧。我通过内观，我觉得变化还是挺大的。最大的变化还是心理上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时跟的那个师傅嘛，我们虽然是在泰国的寺院，但是当时带我的那个师傅，他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师傅，他就一直在跟我说，你要回到当下，回到当下。你们可能每天就想很多东西，可能想我昨天干了啥，我昨天见了什么人，我昨天吃了啥，我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就是在想我明天要干嘛，或者我一会儿要见谁，或者我明天开会要干嘛干嘛。我们的思维要么就在过去，要么就在未来，就是从来没有就是回归到当下的状态。其实就是不管是过去还是当下，其实都是不真实的，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就是你没办法重复它，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是未来的话还没有发生，等于一切这些过去跟未来都是虚的，只有当下是实实在在的当下。所以就是还是要回到当下。如果我们做好每一个当下，你的未来一定不会差，因为未来就是每一个当下组成的嘛。可能原来也是自己会有很多困扰，就包括我之前说，就是处在我人生很低谷的时期，就是你的悲伤也好，你难过也好，或者你的开心也好，快乐也好，这些东西都是觉受嘛。就是你觉得你快乐，或者说你觉得你难过，你觉得你受委屈了，你觉得你有苦难，或者说你觉得你很开心，这些都是你觉得，都是我们自己觉得，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开心，别人对我好，别人对我不好，就是因为我们把我看得太重了。这个在后面叫我执嘛，我执太重了，一切都是关于我。OK， 我好我不好，你说我，你骂我，你喜欢我，全都是关于我。如果我们能不那么执着于我，就是不那么我执不那么重，那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烦恼。可能别人对我好不好，就是没有那么多我执的话，可能生活会更容易吧，更能找到内心的平静。像我们平时也是，我们店里的员工都是这个穿汉服服务，然后夏天的话就是旗袍，然后冬天的话就是汉服，因为这个里面也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嘛，就比较保暖。中国这些传统的衣服还是挺好看的，包括咱们中国之前的马面裙什么，其实设计都是很好看的。当时他就跟我说，无论你生活中有什么困难，其实就想象，比如说这个布，这个布或者这张纸吧，其实它很轻，对吧？如果我们就用手拿起来它，你拿一下，你不觉得它很重，你不觉得手会酸。但如果你一直拿着它，你拿1个小时，你可能手就酸了。如果你拿1天，你可能手都麻了，可能整个这半边身体都会麻。如果你拿1年，你可能手都坏掉了。可能这个事情不管是多少，你拿起来，你可以拿起来，你可以感觉悲伤，你可以感觉生气，或者你可以愤怒什么，这很自然的嘛，人会有各种情绪。但你把它拿起来，你要学会把它放下。你如果一直拿着它，其实它很轻的一件事情，如果一直拿着它，你手就会坏掉，你整个人就会坏掉。但是我就是瞒着家人辞掉了工作，然后我突然有了信仰，因为我家人都是无信仰者嘛，我突然有了信仰，然后我突然开始吃素，所以这3个事情在同一时期发生，我不敢告诉我家人，然后我也不敢回家，我怕他们接受不了。但是后来是我妈妈她自己发现了我辞职了什么，所以全程这些事情只有我妈一个人知道，就是我家里人没有人知道，就是我生活中发生的这些变化嘛。然后当时我跟我妈说我要去内关了，第1次10天嘛，第2次是20多天。我说这个期间你不要联系我，我用不了手机。然后我说我也没有办法给你回消息，你不要联系我。然后当时我妈可能以为就我被就是骗去缅北了什么什么，但是她也不敢说。所以我说我妈还是挺相信我的，对我父母还是挺支持我的。就是我内关完之后嘛，然后我记得我跟我妈打电话，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是时候该回家了。对，然后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这个国家生活，以我自身感觉，可能60%-70%是善意，甚至30%也不是恶意吧，就是可能他们会有一些危机感，觉得可能物价越来越高，然后工作岗位比较短缺，就是有一点点危机感。但有一些可能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呢，他们知道这个缘由，他们不会去说就是一味的去讨厌外国人，去仇恨外国人。那可能有一些可能受教育程度稍微比较低的，然后可能他们就会觉得是外国人直接导致了这个情况，然后可能他们就有那么一点点不满，但也不是敌意，不到敌意的程度。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跟个人的这个经历或者是受教育程度跟这个世界观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我们肯定是你身在异国嘛，在人家的文化里面，我们肯定是要包括是遵守人家这边的法律，肯定是必须的。因为现在为什么就是说现在其实这边俄罗斯人大批的也来，然后中国人大批的也来，但可能不管是在签证、批签证或者什么各方面，可能对中国人要求越来越严格。这个其实有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自己造成的，可能有很多人就是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嘛，可能会有这个偷税漏税呀，或者说不遵守人家当地的这个法律法规的这种情况出现。那我觉得你既然要在人家这边做生意嘛，你肯定是要规规矩矩的，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然后另外一方面就说可能文化这方面，你在人家的这个国家里面，就是慢慢的去适应他们的文化，去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文化差异嘛，可能大家说话方式、思维方式也不一样，可能大家开玩笑的方式也不一样。然后我之前有几次也是说，可能当地人他觉得是开玩笑，可能对我来说就有点不舒服，但其实这只是他们开玩笑的一种方式。那如果我们既然要选择在这个地方生存，那我们肯定就要去理解这种文化差异，然后去尊重这种差异。对于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就是希望说，不管这个店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
就我是希望我自己的情绪会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内心比较平静的一种状态吧，这个是我对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期许吧。